Dynamic 部分，也就是动态慢部分，玩家可以通过自由点击播放漫画，自主把握剧情播放的节奏。这种交互形式使游戏体验更加完整一体。Is that Lemnian Hollow? Looks like we're almost there. 动态慢在时间及空间维度的设定上相对比较自由，可以传达的信息密度很高。单插方面的话，它可能更突出一段剧情的情绪、情感，甚至是情怀，通过画面里的角色、场景、氛围的整体性演绎，产生某种类似于电影时刻的感受。Lead us to the right place. I believe in you, Proxy. CS 的过场动画，它涵盖了大量的高量级的战斗表现，动态感非常强，有很绚丽的特效，以及大开大合、戏剧冲突集成的情节。Well, it's no use. This isn't an illusion. It's the curse of the Hollow. 三分而立的叙事方式各司其职，交织表达，希望给玩家带来更沉浸式的视听和游戏体验。可以打个比方，就是在2.1版本爱丽丝和幼叶逃出下水道，进入爱丽丝回忆的那一段剧情，我们通过单插加上过场动画，加上动态慢回忆部分。So pretty. 我们3种形式的剧情表现相互配合，中间我们要进行不断的沟通，从分镜到氛围环节也需要不断的去对齐。至于增加新场景，我们会根据文安老师给出的一个剧情大纲再去做判断。当然，如果说增加新的场景更能够产生这一段剧情的记忆点的话，我们一定会去积极的推进吧。我在动态慢当中的话是负责动态慢场景的设计和搭建，然后这一部分的话就是小刘叶接受实验的那些地方，类似于一个地下牢房吧，比较可怜，周围都是电子设备之类的。If we hadn't taken her back in, she would have starved to death. That's right. I'm just lucky to be alive. 然后下一个，它就是通过这个地下管道嘛，因为当时通过管道是有设计的，然后我这边是要出一个模型，我会搭建一个模型，到时候让分镜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做。实验室这部分的话，就是当时小爱丽丝和她爸爸一起去参观的地方。So this is how porcelain is made, Daddy? That's amazing! 怎么说呢？就我们的场景其实是有自己的设计语言。如果是单独的场景原画的话，它可能会设计1-2个比较精彩的点，然后留住大家的视觉。但是如果是我在动态慢里面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做这种特别亮点的场景设计，然后可能它主要都是为那个剧情还有场景氛围服务的。大家好，我叫呆呆。从我们1.0到2.0，它的剧情是在不断推进的嘛。那推进的过程中，那我们绝区零的角色肯定是有陆续上场的这么一个环节。确实，从美观度上，1.0到2.0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因为我们1.0刚开始的时候是有很明显的那种漫画的形式在的，但是我们越到后面的话，我们是在保留漫画形式的同时，在保留这种刻画手法的同时，想办法让它变得更好看，设计的点会越来越多。那我们的2分肯定是要相比之前1.0的版本会更加的细致。那我们的目的肯定是为了让大家对于整段剧情的沉浸式体验会更加的流畅。比如说伊斯尔德那张图，氛围老师出的也很快，就是一个很直觉的东西。我觉得这张你出贼快，对吧？当时好像当时好像1个小时对，林老师出完氛围了以后1个小时就出来了。对，你看到就来感觉了，我记得。对。然后我看到你一份，我也来感觉了。因为我特别喜欢画一些就是情绪很强的图，然后这张的话，它主导情绪是复仇嘛，各种复杂情绪交织在一起，所以我决定就用复仇的
火焰在燃烧，然后宇宙浇不灭它这种感觉来做这张画面 Your 色。 betrayal, Magus. You had our mortal enemy in your sights, and you were too weak to do anything. 所以我感受到了你的情绪，我把它，不过画的时候真的还挺麻烦的，因为这个色调叠了很多，所以其实真的加了太多东西了。对，但我觉得你这张的很多小形状处理得非常好，就是这些烧焦的这些残破的小形状，就是一丝而色，在雨中有一点破碎不堪的这种感觉。那还得是林老师改的好一下。感谢大家。我主要是承担着类似于，你可以理解为像动画电影里面摄影、后期以及灯光师的类似的工作。是这样，不同色彩本身就能给人不一样的感受，然后单色、双色甚至多组色彩，它们带来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拿雨果那张来举例子的话，它那张是一张非常典型的单色调的画面，因为首先内容比较沉重。 Yes, it was me. I killed her. 大多数悲伤的戏都是通过单色调来实现，就是整场情绪都用一个掌控力极强的颜色来覆盖整个画面，色彩的组合是无限的。所以无论是哪种命题或者是非命题，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这本身就是我热爱的工作。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作为创作者嘛，你在设计氛围的时候需要进入到某种心理。你最近有哪些让你有这样的感受？这个还挺多的吧。如果能让我在工位上念出那个人台词的话，那就说明那是一个我比较。魏荣老师平时怎么获取一些创作灵感？创作灵感，倒不如说平时就会有很多胡思乱想，创作灵感就只要在那些东西里面提取一些不就好了？不是，我也没有问题。后面几个问题完全就不是。威龙老师的强是有迹可循的。当时我们有一次在团建，然后我们在中途的时候，他就一直在那儿拨弄自己的手机，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最后他给我们展示了一张当时桌面菜品的色彩小稿，就是让我想起了陈丹青老师那句话，就是喜欢画画真的拦不住的。南宫是他们偶像阵营3个人的分镜，就是从文字转化到画面的过程中，我们一般有4个东西要注意，一个就是顺畅、精彩、动人，然后印象深刻。绝曲林因为它是都市背景，所以它的故事题材其实有很多，然后这就对于我们分镜的考验，就是说我们需要把每一个题材的故事都能用画面讲得清楚，所以我们会在镜头语法上下很多功夫。就是一些观众比较难察觉，但是我们自己会付出很多时间的地方。绝区林的过场动画里，它不只是有双人的戏份，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多人的戏份。They're chasing us. There's another fissure straight ahead. They're closing in. They'll catch us at this rate. 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把那个角色的调度设计的比较清晰，比如说所有的角色站在一起，我们会先设计好他们在其中的走位表演，然后再去设计机位架在哪一边，包括镜头的选取和构图。从文字转变成画面的过程，首先我们会就是文案会出一个台本，然后台本的话就类似于影视流程里面的剧本，然后在我们就是分镜也好，导演也好，消化完剧本之后就会开始动笔了。一般我们会先口头讨论一下内容。我们一般会出一版小稿，快速的撸一下这个内容，就比如说像类似于这种小稿，然后我们一般会以这种方式快速的把我们的想法先简单的用这种小稿的形式落地一遍，
然后这样子我们就聊的时候就有东西聊了，其实也就是故事版。像一开始班机处于画面左侧，属于上风的位置，把这个怪给打死了。然后但是这个时候，位于班机左侧出现了另外一个力量，然后也就是把班机压到下风的这个狙击手。比如说这是班机，然后这是那个箱子，然后旁部我们会设置在这里，这是整个一个场地。就是说他们现在构成了这两个人之间是一条轴线的话，首先一上来是班机和怪的一个轴线关系，然后再插入这两个人的轴线关系，等于说这一个线差不多就构成了一个表演区域，差不多就框在这一侧。但是中间其实有一个越轴的情况出现，就这个轴线延伸过来的时候，班机它反败为胜的关键就是这边有一块旗子，然后这个旗子其实它的表演区域就扩大了，这些表演要素就扩到这边，所以我们就想在这里进行一个越轴，然后我们就要相机慢慢转到了这一边，来拍班机发现了这个旗子这件事情，这样子就可以让大家隐约的感觉到有些事情要发生了，但这个其实是通过镜头的运动，这种比较微妙的元素，让大家隐约察觉到好像事态要发生转机了，所以我们就是会在这种小的镜头设计上做一些这样的事情。过场动画它其实最本质的作用就是在主线也好，活动也好，在这个故事流程里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去讲一些比较关键的演出或者剧情的转折点。因为我们不希望过场动画它只是简单的一个叙事工具，还希望它是能够让玩家期待并且看起来觉得特别精彩的一个环节。想在过场动画有限的时间里面，让玩家尽量记住即使是1、2个切片，所以我们也会各种七七八八的情绪，我们都需要把它做到极致，不管是感动也好，燃也好。其实所有的情绪释放的方式大同小异。我们会去铺垫情绪，在一个一个的铺垫中，将玩家的情绪提至到最高点，然后设置一个激发事件，将我们的情绪给点燃。这个技巧其实是比较雷同的。比如说我们小西德拿到台本，它就是一个小西德和老西德的一个分离的一个片段，然后我们会在中间去设置一些如何去煽情，让观众能够非常直面地感受到他们分离之后的那些伤感的情绪。它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那套催泪的理论，就它其实是想要达到一个比较感性的效果，但是它背后这套理论它还是比较理性的。先有一段比较长的情绪铺垫，然后到达情绪铺垫的关键点的时候，再来一个刺激事件，把角色的眼泪给刺激出来。I can take care of things now, all by myself. And look, I've grown taller. Even taller than those flowers in the hollow. See? 我们在里面就是设置了老西德在中间会有一些那种回光返照的一个就是暗示，比如说他的手指动了一下，我们想让观众在看这段戏的时候有感觉说，老西德好像要复活了。小西德他是一直期盼着老西德活过来，但他整个过程其实是在自欺欺人，就是他内心是知道老西德活不过来的，但是他还是不愿意相信，所以要把这个点突出来的话，就最好在我们这场 CS 里，让他首先有一个老西德真的要活过来的错觉。We made a promise, remember? 下一秒就老西德就倒了，就整个人就瘫掉了。在这一刻，让小西德流出泪水，然后能够将玩家的情绪一下子就给就是释放出来。我感觉我们平时看的时候，感觉你画的都是，比如说登场仪式或攻击形式，就很有设计感。感觉那种那么仪式感的东西，你平时是怎么去想的？可能我比较宅嘛，所以就会看大量的文艺作品，对，然后
就从中找寻灵感。就是我在做项目的时候，可能也比较关注这一点，就是看如何提炼出一些角色特征，或者说底层的设计逻辑，然后把它放到画面中。因为打戏它不像文戏，每次都有不同的要求。打戏它的核心诉求始终就跟我们游戏的基调一样，要非常的华丽，非常的帅气，所以只需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就都是一段成功的打戏。首先打戏层面就需要我这边非常熟悉角色的设定，以知道他有哪些招式，这些也需要跟游戏动作同学那边进行沟通。然后同时我就需要带入角色进行思考。比如讲，如果我是怡璇师傅的话，那么我需要救人最快的方法是运用我的哪些招式？怡璇师傅登场的这场戏，我给他的定调是怡璇师傅他是一个近乎于虚兽一样强大的角色，但是呢他又是一名宗师，所以他必须强大，并且是非常的优雅沉稳的。他一开始登场的时候，直接是使用清明鸟，清明鸟只要飞一圈就把一个包围网轻松化解的这样子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感觉是必须，就这个感觉必须是他一开始给到的。对，然后后面包括怡璇出场的时候也是，先是鸟出场，然后是他的手以及符咒出场，就会给人感觉他最大的两个特征先交代，最后再是人出场，就会显得他的特征比较明显一点。 Evil miasma gathers here, another place of conflict. If you wish to avoid disaster, then head southeast. 这一点的设计，我想的可能就是一个武术当中的概念，就是重心。怡璇师傅在躲避攻击的时候，他不会像其他角色一样，就是闪转腾挪的非常大，而是轻轻往后一踱步，就化解了一个非常凶猛的攻击。这种打戏它特别适合那种就是1对多的打戏，就是1对多，你是就是镜头完全瞄准在主角身上，然后敌人他都是不停的入画出画，入画出画，然后就会给人感觉他的进攻非常的目不暇接，但是主角他就会在镜头中间非常的稳重。QTE 作为一种演出形式，它是自然而然的接在战斗中，这会给玩家非常强烈的临场感以及爽感。因为我们的战斗节奏是非常快的，所以 QTE 整体它相比于过场动画，它的节奏也需要更快，尽量以3D 式的构图环绕，它会给人感觉和战斗是一体的，而不是非常割裂的这样子一种动画的感觉。Your resolve is weak, and so is your technique. 我们也在不断的打磨 QTE 的呈现方式，在未来的版本会给玩家呈现更多更精彩的 QTE 内容。迪士尼他们为什么会做出很好的动画，然后市面上好的国产动画，打磨的过程中都会去遵循动画12法则。比如简单的一些挤压拉伸啊、预备动作，然后一些节奏跟间距、跟随跟重叠、细节打磨等等，就这样优化呢，也会体现我们动画师对一个作品的极致的一个追求。很多动画师都喜欢去演。其实每个人有可能是只有一种性格，但是他在制作动画的时候呢，他可以去有多种性格。今天有可能像小希德一样，有可能我明天就可以成长成一个能独当一面的怡璇。动画师其实工作中其实是丰富多彩。我是鼓励动画师自己去拍，自己去演绎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或者自己构思的一个表演。我演了，特别是表演镜头，我99%我都会自己去感受。Seed Senior, are you listening? I kept my promise, you know. Even Captain Magus and Dr. Veronica said I did a good job. I can take care of things now, all by myself. And look. 就比如说，如果我要制作这一个镜头的话，我可能先提取了我自己的表情和口型，
然后对于身体的动作，我会另外拍一套参考。对，就是这样，参考加参考叠加着，每一个参考提取出你想要的东西，然后堆起来。一般都是就是自己动画师先表演一遍，然后将细节添加进去，然后再做一些动画化的处理，让它就是比如说眼睛的挤压呀、嘴唇啊、你说话的这种吐字可以，比如说小鹿夏它很可爱，那它的吐字就可以这种嘟嘟一点。你第一眼会注意到它瞳孔的缩放，然后其实瞳孔就是它主要想呈现的一种方式。那么它瞳孔之外，它有身体的一个就是一个节奏，还是通过它的表演，你会让这个缓慢的镜头呈现出一个强烈的感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你的这个表演很重要。做久了它就乏了，就是我们有可能也会整一些好简单一点的、搞笑一点的，然后一些比如说零喝水。就是网上有那个梗嘛，就是你打 FPS 游戏的时候，你1v5，然后到1v4，到1v3，到1v1，最后你把一个人把队友全干掉了，然后赢了的时候，你就会很开心，但是看起来很镇定，然后这个时候就可能会拿着水喝一口。所以当时想着，如果他要收尾的话，就前面那么紧张的气氛，该怎么能够收一个很漂亮的尾巴？但是后面想，不如直接做成一个这种搞笑一点、恶搞一点。所以后面会做成表情包是吗？对，是的。大家加班多吗？多呀。加班都这有问题。对啊。怎么都不好意思说，这不摆明摆着说吗？我要继续干，然后就加班了，然后可能正常的工作时间拿来开会了。我就是在正常上班时间的以外的时候干。确实是的。上游的话跟文案属于共创的关系，可能不算上下游。全体共创吧，应该是全体共创。对，上下都是共创。是的，还有动画。对，动画、灯光、特效，还有视效啊，什么对，音乐、音效，对，就是我们也会基于 CS 的情绪需求，还有结构上的需求，跟他们商量一下配乐怎么做，包括音效，因为音效有时候也会参与到叙事内容里面，所以整体来说，我们不算是那种自上到下的上下游纵向的那种流程，而是更共创的这种。倒翻天罡，倒翻天罡。宣导。过场动画首先它是高量级叙事，因为它毕竟是动态的嘛，而且又是动画，所以它一般会承载必须用动的画面才能表现的东西，像是场景的切换。单帧和动态漫它本身也是承载一些独有的一些功能，非常长的时间里去做一段非常长的文戏，那玩家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心平气和的看一段两个人在那边讲话。在玩家玩到一个环节，可能情绪比较高涨的时候，我们去贴上一张这样子的图，既能让玩家觉得他的情绪得到了释放，也能够将大量的就是对白铺垫在这个地方去过渡。